我穿成了小说里的贫穷路人甲。当我看到女主扔了恶毒男配送的银行卡，呵斥他，我不需要你的施舍。男主还附和，别瞧不起我们，莫欺少年穷。我立马捡起了那张银行卡，我需要，大少爷来施舍我吧，来看不起我吧。男女主一脸懵逼，恶毒男配头一点，从此以后我成了他的小跟班，走上了人生巅峰之路。大学报到那天，校门口围了一大群人，我挤进去一看，就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男女主和恶毒男配。只见恶毒男配给贫穷女主塞了一张银行卡，女主丢了，一脸厌恶的呵斥他。叶凡，我不需要你的施舍。衣着朴素的男主点点头附和，别瞧不起我们，赶紧拿着你的臭钱滚吧。恶毒男配叶凡脸色难看，一时有些下不了台。我看着地上那张银行卡，眼睛一亮，没记错的话，里面足足有5万。我立马冲过去捡起了那张银行卡，一脸诚恳的看着叶凡，我需要，大少爷来施舍我吧，来看不起我吧。男女主一脸懵逼，叶凡有了台阶下，面色稍缓，摆摆手，送你了。男主有些可惜的看了眼那张银行卡，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要知道书中贫穷男女主面对恶毒男配的讨好，会百般拒绝，一副很有骨气的样子，到最后都会勉为其难的接受。这一次被我截胡了，可不得恨上我。我当没看见，发自内心的夸赞叶凡，大少爷，你可真是个大好人了。你很缺钱。我点点头。叶凡随手又塞给了我一个礼盒，里面是一把崭新的车钥匙。他指了指停在校门口的那辆新车，把我的行李拿到宿舍，这辆车就是你的了。男主的脸色更难看了。一般情况下，恶毒男配在讨好女主的同时，还会讨好身为女主竹马的男主，这原本是该属于男主的。没问题。我拿起叶凡的行李就往宿舍走去。我会做出这样的举动，倒不是我脸皮厚，实在是我太穷了。5年前，我出了一场车祸，成了这本书的贫穷路人甲。有多穷呢？我在家住的是茅草房，穿的是别人不要的破衣服，一年到头也吃不到几餐肉。要不是我学习成绩好，学费全免，年年能拿奖学金，我那爱赌的老爸早就让我辍学打工去了。高考结束后，我爸就要绑着我入赘给隔壁村的老富婆换钱，我连忙拿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还有这些年存下的一点钱跑。这段时间我在外打工，学费是勉强凑齐了，生活费却成了问题。现在有了这5万块，大学4年的生活费都有了。到了宿舍，我才发现我和叶凡住在同一间宿舍。想到书里叶凡因为女主的缘故，在宿舍各种讨好他的竹马男主，却被男主冷嘲热讽，一口一句你看不起我。我虽然穷，但我有手有脚，用不着你的施舍。说是这么说，他最后都会勉强收下。我握了握拳头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既然男主不喜欢，那这种烦恼就让我来承受吧。我真的是太善良了。想到未来的美好生活，我不由得笑出了声。叶凡感到奇怪，你笑什么？我真诚地道。一想到大学这10年，我都将和人帅心善的大少爷一起度过，我实在是太高兴了。叶凡摆了摆手，我也没你说的那么好，还有叫我叶哥就行了。他注意到我单薄的行李，有些惊讶。你就拿这些来报道？我的东西很简单，就只有2身衣服、1双鞋子。至于日用品，我是打算等会儿去超市买的。这是我全部的家当。叶凡皱了皱眉头，二话不说抓着我的手往外走去。我带你去采购，本少爷不允许自己的跟班穿得这么寒碜。我没有半点抵触，就接受自己成为了叶凡跟班的事实。跟班好啊！我记得书里叶凡对自己的跟班可大方，就是那个跟班和男女主一样有着过强的自尊心，认为叶凡对他的好都是在施舍他，最后他还背刺了叶凡。这一次这样的事情将不会上演。到了商场，叶凡带着我直奔服装区。这件你穿很帅，包起来；那件也合适你，也包起来。还有这件，我看了看衣服上面的标签价格，倒吸了一口凉气。随随便便一件衣服都抵得上我好几个月生活费了。我连忙制止，太贵了，学校后期的衣服就挺好的。叶凡摆了摆手，别替本少爷省钱，本少爷最不缺的就是钱。他真的，我哭死。不过半个小时，我手上就多了满满当当的大包小包。要不是我实在拿不下，叶凡还想再给我买一波。行了，暂时就先这样吧。叶凡意犹未尽道，等经过高奢店，他又停下了脚步。林西塔，你有没有觉得脖子上、手上都缺点什么？我猜到了他要做什么，摇摇头。叶哥，我这样就挺好的。不行，本少爷不允许自己的小跟班打扮得这么朴素，别人看不起你，就是看不起我，懂？我不懂，我只知道好像有泼天的富贵要降临到我头上。等再次从高奢店出来时，我脖子上多了一条大金链子，手上多了一块劳力士，就连腰上的皮带都是爱马仕的。后来我觉得学生戴这些太高调了，在进校门前又默默把它们摘了。到了宿舍，其他4个室友都已经到齐了，书里的男主萧何也在其中。萧何一见到我手里的大包小包，就对着叶凡皱起了眉头。叶凡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林西塔是你的同学，不是你的下人，你这样使唤他，让他替你拎这么多大包小包，太不尊重人了。你误会了。我正要解释，萧何打断了我的话。林西塔，你不用替他说好话，他是什么人，我最清楚。他这样的人，仗着有几个臭钱就仰头用鼻子看人，在他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尊重2个字。叶凡这人什么都好，就是受不得激，被误会他也不解释，直接道：我又没使唤你，你在狗叫什么？我又没使唤你，你在狗叫什么？其他几个室友满脸不赞同。够了，大家都是室友，你说话那么难听做什么？萧何这个时候又来做好人，无奈的叹了口气。算了，我相信叶凡对我没恶意的，你们别为了我伤了和气。叶凡快气死了，又要开口，我连忙赶在他说话前开口。够了，萧何，就你有嘴，巴巴个没完没了。这些衣服鞋子不是叶哥的，都是我的。萧何哑然，什么？不可能，你那么穷，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些衣服？我穷
穷怎么了？我穷吃你家大米了吗？你说叶哥不尊重人，我看你才不尊重人吧。他可从来没嫌弃过我穷。你觉得我是偷了抢了别人的钱，还是被人包养了，所以才买得起衣服？萧何，大家都是同学，第一次见面，你怎么能这么恶意揣测我？我爸妈还说城里人都很有素质，不会看不起我们的乡下人。没想到。说完，我沉默不语，一脸受伤的看着萧何，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，装小可怜是吧？谁不会呢？果然，其他几个室友看向萧何的目光中多了些不满。萧何连忙开口：“我没看不起你，我家条件也很一般。”我下了结论：我懂了，那你就是仇富，看叶凡条件好，故意抹黑他。不是，以前叶凡真的是。实际上，书中的萧何就是看不得叶凡好，其中有他害怕他的青梅被叶凡抢走的原因，也有他嫉妒叶凡轻而易举就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，所以他总是有意无意的针对叶凡。我打断了他的话：“我不管以前，我只相信自己看到的。叶哥人帅心善，看我带的衣服少，非要给我买衣服。我说买便宜的就行，他不要，专门挑贵的买。你要是再敢当着我的面说我叶哥的坏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”我狠狠地瞪着他，一副要为了叶凡与全世界为敌的模样。在室友们眼里，我这样子一点都不无理取闹，相反还显得很有义气。萧何张了张嘴，想说些什么，却发现根本说不过我。他低声对叶凡说了句对不起，就推开门跑出了寝室，一副受尽委屈的模样。事后，叶凡感动极了，又给我塞了一张卡，里面一共有10万。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萧何吃瘪，太爽了！我拿着那张沉甸甸的银行卡，也感动极了。叶凡心情很好，晚上请室友们去吃了烤肉。他带我们来的是网红店，价格昂贵。身为学生党，平时很难有机会来这样的店。室友们吃之前拍了许多照片晒朋友圈。是谁一开学就遇到神仙室友请客吃大餐？原来是我啊！底下都是点赞和羡慕，大家的气氛其乐融融。不同于书中，开学第一天叶凡就被男主扣上了嚣张跋扈、看不起人的大帽子，室友都对他敬而远之。吃的差不多，几个室友去了洗手间。就在这时，女主李小曼拉着她心爱的竹马萧何过来。李小曼气势汹汹：“叶凡够了，是我不接受你的示好，你有什么事冲我来就行，你迁怒萧何做什么？叶凡够了，是我不接受你的示好，你有什么事冲我来就行，你迁怒萧何做什么？”叶凡本来看到李小曼过来还挺开心，见到李小曼质问他，叶凡瞬间像吃了炸药一样对萧何发火：“你这个死绿茶，又挑拨离间我和李小曼的关系。”萧何倒退了一步，像是被吓到了，他垂着眸低声道：“叶凡，我没有，是小曼妹妹心疼我，看到你请了室友吃饭，没叫上我，以为你故意孤立我。”他又朝李小曼摇摇头：“小曼妹妹，我没事的，像我这样家境贫寒的人，本来就不配和叶凡这样的大少爷一起吃饭，他不叫我，我不怪他。”李小曼看到后心疼极了：“叶凡，你瞧瞧萧何多善良，你这样侮辱他，他还在为你说话。”我没有侮辱他。李小曼眸色黑沉：“还敢狡辩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最清楚。现在立刻马上向萧何道歉。”我高傲如叶凡，只要他一碰到女主，就像是失了智一样，卑微到了极点。这一次，我可不会给李小曼这样的机会。我轻轻撞了撞他的手臂，示意他一切有我。道什么歉？之前叶哥让我邀请萧何过来吃饭，是他自己不来，关我们叶哥什么事？萧何错愕：“你什么时候邀请过我了？”我不紧不慢的直接放出了通话录音。录音里，我刚开口说了句：“萧何，叶哥想让你……”电话那头的萧何就打断了我的话：“叶凡的走狗，别来烦我。”说完，他就挂了电话。听到了吗？叶哥确实让我邀请了萧何，是萧何没有数据挂了我的电话，还骂我是走狗。我深知男主的性格，一个大男人敏感脆弱，还爱卖惨，挑拨离间叶凡和女主的关系。当叶凡请室友们吃饭，没叫上他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萧何会闹上这一出，所以我早早做了准备。听到这录音，李小曼的脸色和缓了许多，看向萧何的目光中多了些责备。萧何脸色发白，张了张嘴，又要开始甩锅。变故发生在一瞬间，刚刚被萧何那么冤枉，都忍住怒气的叶凡，在这一瞬间暴怒了，他冲到萧何面前，对着他就是一拳。你这个混蛋，平日里在小曼妹妹面前搬弄是非也就算了，怎么还敢欺负我的小弟林希塔？你这个混蛋，平日里在小曼妹妹面前搬弄是非也就算了，怎么还敢欺负我的小弟林希塔？林希塔哪里得罪你了？李小曼连忙去抓叶凡的手，我反手推了他一把。我不准你动大少爷一根毫毛。他没有站稳，摔了个大屁股墩子。最后望着鼻青脸肿的男主，还有摔得走路一瘸一拐的女主，再看看我和叶凡，除了衣服多了些皱褶，没有一点损伤。这一战，我和叶凡大胜。我骄傲地挺起了胸膛。早就看女主李小曼不顺眼，创业成功全靠叶凡支持，后来却害得叶凡家公司破产，家破人亡。他还说什么叶凡拿钱砸他的日子，让他感觉屈辱。现在女主不会觉得屈辱了，我是绝对不会让叶凡再给女主砸一分钱的。这份屈辱就由我为他受着吧。几个室友正好从洗手间回来，看到男女主的惨状，大惊：怎么回事？还能怎么回事？因为叶哥叫我们吃饭的时候没带上萧何，萧何就带上他的青梅来找叶哥麻烦了。室友微微瞪大了眼睛：小贺脸皮怎么这么厚？叶哥爱请谁吃饭就请谁吃饭，他管得着吗？他这行为和讨饭有什么区别？有区别，人家乞丐讨饭的时候态度可不会这么蛮横。小声点，人家小贺还在呢。有什么好小声的？他有脸做，我还不能说上两句了。因为叶凡豪气的请几个室友吃了大餐，大家对他的印象都不错，更别说萧何做的事情实在是过分。几个室友的心不知不觉就偏向了叶凡，感受到众人鄙夷的目光，男女主的脸一阵青一阵白。身为男女主，他们的自尊心都强得过分，受不得半点刺激。李小曼黑着一张脸：谁说我们是来讨饭的？谁说我们是来讨饭的？我们又不是乞丐，一顿饭而已，我们怎么可能吃不起？说着，他就强硬地拉着萧何的手，在
旁边的桌子上坐了下来。这家网红店的菜单上面都没有价格，菜都是按照时令价来的，得问服务员才知道这菜是什么价格。李小曼生怕被人嫌弃小家子气，没问价格，随便点了几道。点完之后，她故作大方地问萧何：“你有什么想吃的？不用替我省钱。”萧何有些得意，故意瞥了叶凡一眼。小曼妹妹，这样不太好吧？你都没请过叶凡吃饭，他看到你对我这么好，会不高兴的。李小曼眉心微蹙，不用管他。叶凡握紧了拳头，那模样气得不轻。很快，男女主就笑不出来了。账单出来了，一共是22305。李小曼皱着眉，我们就点了5道菜，怎么这么贵？服务员脸上是敬业的微笑。你俩点的是我们空运过来的海鲜和牛，品质一流，价格很合理的哦。萧何笑得有些勉强。我们是学生，能不能优惠点？服务员脸上的笑容淡了些。不能哦。萧何问李小曼：“小曼妹妹，小曼妹妹怎么办啊？”换做以前，李小曼肯定拿得出这个钱。毕竟叶凡知道李小曼家条件不好，有爱赌博的父亲，重病的奶奶，所以他总是找各种由头给李小曼送钱。但我这个穷鬼，横插一脚，从叶凡手中要走了李小曼丢在地上的银行卡。李小曼现在拿得出钱才怪。叶凡这人一见到李小曼遇到难处就心疼上了，想要替他把这钱付了。我拦住了他：“叶哥，你千万别这样做，你仔细想想，他什么时候最讨厌你？”居然是我给他送钱的时候。叶凡无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，因为他欺尊心强，每次你接济他，他都觉得你这是在羞辱他没本事，他只能靠你的帮助才活下去。叶凡豁然开朗，我懂了，从今天开始我会好好尊重他的。像是为了验证我的话，李小曼一看到叶凡手里那张银行卡，冷声道：“叶凡，这是我的事，你别来插手。”叶凡把我的话听了进去，生怕李小曼误会，丢下一句：“我不会的，我知道小曼妹妹最棒了。”拉上我就跑了，好像后面有什么洪水猛兽在追。李小曼愣住了，萧何更是直接道：“这一次叶凡怎么真走了？”他看着长长的账单，慌了。小曼妹妹怎么办？我们2个穷学生哪里筹得到2万块啊？李小曼勉强镇定下来，会有办法的，没了叶凡，我们也能过得很好。我回头瞥了他们一眼，女主最好一直这么有骨气。书中女主口口声声说没了叶凡的帮助，她照样能成功。我倒要看看叶凡真这么做了，她还能不能成为众人艳羡的优秀女企业家。叶凡打了出租车带我们回了学校，很顺手的，他把刚刚要替女主付餐费的那张银行卡塞到了我的手里。林希塔，你今天可帮了我大忙，不但帮我反击了萧何这个男绿茶，还帮我搞清楚了小曼妹妹讨厌我的原因，这是谢礼。我发现了，每次男女主一倒霉，我的运气就会变好，这算不算也是一种能量守恒定律？我太喜欢这一条定律了。叶凡又问我，你怎么知道萧何会闹这一出，还瞒着我提前邀请了他来这次聚餐？我猜的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打了那通电话。他感慨，遇到你这么个为我考虑的小弟可真好啊！不，从此刻开始你就是我的朋友了。我想到包里那几张银行卡，遇到叶凡也是我天大的福气啊。叶哥，你喜欢李小曼什么？这是我最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。这李小曼除了脸长得好看，其他看起来一无是处。他就过我。高一开学那天，我跟家里人吵架，心情糟糕，过马路的时候心不在焉，差点被车撞了。是李小曼拉开了我，然后我就对她一见钟情了，对她各种穷追猛打。可惜她不吃我那一套。直到你今天提醒我之后，我才发现我追小曼妹妹用错了方法。林希塔，你再给我一些和李小曼相处的建议呗。我微微一笑，好啊。到了校门口，叶凡看到这么晚了，还有佝偻着背的老奶奶在卖水，他全买了。叶凡其实是个很善良的人，倒霉就倒霉在遇到了男女主，他俩是书中的男女主，是世界的中心，所有跟他们作对的人就成了炮灰，不会有好下场。叶凡改变了我这个贫穷路人甲的命运，我也想改变他的命运。善良如叶凡，不该是这个下场。我们回了宿舍没多久，萧何也回来了，他也知道今天走了一步臭棋，我黑叶凡不成，还让室友们疏远了他，这样下去是不行的。因此，他一回到宿舍就跑到了叶凡面前，向他深深鞠了一躬。叶凡，真的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，我还以为你叫林希塔他们吃饭的时候是故意没叫上我，要孤立我，所以我才带着小曼妹妹找上了你。我也不想这么敏感过激的，我只是太害怕受到伤害了。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不在了，是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。我那些同学们都骂我是没爸的孩子，不跟没爸的孩子玩，各种孤立欺负我。后来小曼妹妹转来了我的学校，骂了他们一顿，日子才好过一些。说到往事，他神情痛苦，隐忍地握紧了拳头。几个室友听到萧何的解释，顿时对他没了意见，还开始反思刚刚对他的脸色是不是太臭了些。他们安慰萧何，既然是误会，揭开就好了。萧何感激地朝他们一笑，又看向叶凡。叶凡，你会原谅我吗？叶凡在萧何身上吃了许多亏，也知道他喜欢卖惨示弱，让别人都站在他那一边，会原谅他才怪。以他的个性，他高低地嘲讽萧何两句，诸如你别装了，你是什么人我最清楚，你道德绑架不了我。这样一来，室友会愈发同情萧何，心里也会对叶凡产生别的想法，萧何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我自然不会给萧何这个机会，直接道：萧何，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。什么？你有爱你的母亲，还有护着你的小曼妹妹。你不知道，我爸爱赌，欠了一屁股债，我妈受不了，早早改嫁了。我在学校被人欺负，陷害也没人护着。高考一毕业，我爸就要把我卖给富婆换钱，幸好我提前察觉，逃了出来，打了2个月工，凑够了学费，又很幸运的碰到了叶哥，再也不用
众筹生活费。听着我平静的讲述，室友们都有些不好受。卖惨是吧？他能惨得过我？有我在的一天，他就别想着靠卖惨达到自己的目的了。当然，我的目的不是这个。我一把抓住了萧何的衣领，萧何惊呼：灵犀塔，你干什么？萧何，我吃了不少苦，像你这种人我也见多了。你要是真性子敏感，就不会把伤疤揭开给别人看，让别人用异样的目光看你。你就是欺定了我们叶哥是真性情，敢爱敢恨，不会原谅你，你才卖惨，搞得好像叶哥不原谅你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一样。叶哥是我遇到过最好的人，你要是再敢使这些阴招，就别怪我不客气，知道吗？几个室友如梦初醒，萧何的脸色刹那间变得惨白，又慌忙摇了摇头。兄弟，你误会了，我真的没有那么多想法。我冷笑，到底有没有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有我在，萧何暂时也不敢耍花招了。他垂头丧气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。倒是叶凡，他神情感动，塞给了我一张银行卡。这是叶凡有些别扭地说：钱太多了也是一种烦恼，你身为我的好朋友，就帮我多花花呗。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叶凡听到我的过去，心疼了，所以别别扭扭的塞给了我一张银行卡，想要我过得好一些。萧何看到叶凡又给我塞了银行卡，红眼病都要犯了。他主动提起：叶哥，你知道我和小曼妹妹后来是怎么从餐厅脱身的吗？怎么脱身的？叶凡虽然讨厌萧何，但无法抗拒有关李小曼的一切事情。萧何说李小曼和他最后狼狈地刷了各自的信用卡，才付清了那餐昂贵奢侈的饭。萧何表示他自己会帮李小曼分担一半债务，毕竟如果不是李小曼主动为他出头，也不会欠下那么多钱。萧何主动提起这些，压根不是为了满足叶凡的好奇心，他纯粹是把叶凡当冤大头了，想让叶凡帮他们把钱还了。所以他说着说着就开始心疼李小曼。他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就欠下了这么大一笔债，以后为了还债还要打好几份工，太辛苦了。他只是一个学生啊，身上不该有这么重的担子。他说了半天，却见叶凡低头打着游戏，没有伸手解围的意思。萧何不太沉得住气。叶凡，你没听到我说什么吗？听到了啊，你说小曼妹妹欠了1万多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帮她还一分钱的。我相信小曼妹妹那么优秀，肯定能轻轻松松赚到钱，就把钱还了。显而易见，叶凡把我在路上说的话给听了进去。那些话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，一分钱也不给李小曼花，主打信任与肯定。萧何一言，小曼妹妹还是个学生，你是不是太相信她的能力了？叶凡认真道：是你说的吗？莫欺少年穷，我当时没听进去，现在想想可太有道理了。我给小曼妹妹钱，不就是看不起她？不，我不能这么做，我这是在拿钱羞辱她。我相信以小曼妹妹的能力，别说1万的债，就是10万的债，她也能轻松搞定。萧何还不甘心，你这么有钱，其实你少买1辆车1块表，就能轻松帮她脱离眼前的困境的。你不想让小曼妹妹感谢你吗？叶凡无语地瞥了他一眼。萧何，你看我像个傻子吗？我哪次帮小曼妹妹得到一句感谢了？我是绝对不会给小曼妹妹再花1分钱了，这样只会把她推得越来越远。我也绝对不会再中了你的挑拨离间之计了。爱一个人就要相信他，小曼妹妹是最棒的。我欣慰地点点头。没错，多夸李小曼就行了，反正夸人不用花钱，至于给她花钱就不必了。萧何想吐血，他总算知道什么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。萧何又觉得不对，莫欺少年穷这样的话，他跟叶凡说了无数遍，没道理。这一次叶凡就听进去了，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怨毒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，我的心里毛毛的。毕竟被男女主惦记上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出乎意料的，正式开学后，萧何在寝室还算安分，大概是为了还钱在忙着打工吧，没空搞幺蛾子。这期间，叶凡凭着兴趣参加了不少社团，没了萧何的从中作梗，叶凡在社团混得如鱼得水。有好几次，叶凡都忍不住去找李小曼，可一想到我劝过他的话，他忍住了。如今李小曼打工的模样，肯定是不愿意被叶凡看到，所以书中女主开学没多久就开始潇洒创业的剧情，迟迟没有上演。她至少也得再打半年工，每天跑图书馆学习，试图拿下奖学金的我，倒是遇到了书中李小曼的创业伙伴沈妙一。沈妙一比李小曼高了2届，很聪慧上进的一个人，大3就想着创业赚钱了。可惜他的创业企划书做的再怎么完美，个人能力再怎么强，都没人给他投资。书中沈妙一得知叶凡家里有钱，就拜托和叶凡关系好的李小曼能不能牵线搭桥。李小曼看到了沈妙一的潜力，他没找叶凡，自己用叶凡给的钱投资了沈妙一的公司，成为了他的合伙人。沈妙一是个商业天才，很快就创业成功了。身为沈妙一合伙人的李小曼也靠着这家公司成为了商业新贵。这一次沈妙一找上了我，想要我说服叶凡投资他的公司，毕竟叶凡对这种事不感兴趣，但他跟我关系最好，也听得进去我的话。一得知他的身份，我就连忙拉着沈妙一找到了叶凡。叶凡问我：大学霸，你觉得靠谱吗？我点点头。这个太靠谱了，我也准备继续许同学创业呢。那就投。叶凡爽快答应。就这样，我和叶凡最后一起投资了沈妙一的公司。李小曼没了沈妙一这个商业天才的帮助，我相信即使他以后想创业，也很难成功，更别说把叶凡家的公司打压到破产了。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，这天我从食堂回来，就看到我住的寝室里外都是人，我挤不进去，只看到萧何正一脸愤怒的在朝李小曼倾诉。我工资刚到手，准备明天把信用卡给还了，结果书桌里的钱就不翼而飞了。那个时候大家都去参加社团活动了，就只有灵犀塔一个人在寝室。我眉心一跳，我说萧何最近怎么这么安分？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呢。李小曼沉着一张脸，叶凡，你让灵犀塔把钱还回来，我们可以不追究这件事。叶凡快气死了。你说是灵犀塔拿的，就是灵犀塔拿的，你有证据吗？你这样血口喷人，我可以告你诽
诽谤的。萧何劝道。小曼妹妹，算了吧，林希塔家条件确实不好，听说她以前住的是茅草房，一年也吃不上几回肉，学费都是她自己赚的，她应该是急用，才会不得已做出这种事来。同学们听到他这话，看向我的目光中多了些异样。你别看不起人，有我在，林希塔还会缺那3瓜2枣吗？萧何意有所指。叶凡，所以他为什么还要这样针对我？李小曼想到了什么，眸色锐利，盯着叶凡。叶凡，是你指使的，对不对？林希塔就是你的狗腿子，就听你的话。你看不惯我和萧何走得近，所以就让林希塔偷了他的钱，让他的生活不得安生。叶凡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特马给我住嘴！叶凡气得胸膛起伏的厉害，看向他的目光中是从未有过的冷淡。李小曼不可置信，你吼我？我吼的就是你，李小曼，你怎么会变得这么自以为是？没有证据就污蔑一个努力生活的人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是个很热心肠的人。叶凡一脸失望地看着李小曼。或许你本来就是个自以为是的人，因为你救过我，所以我对你有了滤镜。叶凡是个很讲义气的人，他为了所谓的爱情，在李小曼面前失去了理智，可碰到有关我的事情，他又变得清醒起来。那一瞬间，李小曼有些慌，她的心空落落的，她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我本来快挤进去了，看到叶凡这举动，停下了脚步。如果叶凡能借此机会彻底看清李小曼的真面目，从而远离她带来的各种不幸，那也不错。萧何看到李小曼神情受伤，有些心疼。小曼妹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李小曼声音温柔。叶凡，就算你被小曼妹妹说中了，恼羞成怒，也不该吼她，她是无辜的。被萧何这么一带节奏，围观同学的眼里满是不赞同。这叶凡看着好嚣张，像是会指使林希塔干出那种事的人。萧何我是知道的，温和善良，不会平白无故冤枉别人的。今天叶凡必须向李小曼和萧何道歉。只有我们寝室的几个室友还站在叶凡这一边，说肯定是有什么误。在这样的谴责声中，叶凡给了萧何一拳。萧何痛苦地捂着眼睛。你怎么还敢打我？叶凡冷哼。既然大家都说我嚣张跋扈，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我岂不是白背了这个名头？说着，他又给萧何一拳。你，我只能说干得漂亮。萧何无比生气，可为了维持他好好先生的人设，隐忍地握紧了拳头，没有反击。李小曼心疼坏了。叶凡，你丫闹够了没有？这句话该我问你俩才对。叶凡冷眼看着李小曼，再也没了昔日的情意绵绵。我的心落了地，走到了叶凡身边。萧何看到我，模样变得无比卑微。林希塔，你把钱还给我好不好？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长大很不容易的，我努力打工赚钱，就是为了让我妈不那么累。说着，他就要跪下来求我，被李小曼拦住了。他嘴里还在嚷嚷：“求求你了，那5000块钱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”看到他这卑微的作态，围观的群众纷纷为他打抱不平。林希塔，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把钱还给人家。你们对他客气什么？要我说就报警啊！就是再把这件事上报给学校，怎么也得让他吃个处分。我也懒得跟这些人打嘴炮，直接在学校贴吧上发了段视频。我在学校贴吧上发了段视频，能证明我的清白，你们自己去看吧。身为年轻人，手机就是自己的外接器官，大家纷纷拿出了手机，点开了我发的视频。视频里，萧何站在楼梯间的消防栓前，他谨慎地观望四周，没看到人，就从包里拿出了一沓钱，放到了纸袋里。最后，他把它放到了消防栓后面。视频上面有拍摄日期，正是今天。卧槽，这么说，这都是萧何自导自演的？这样的人也太可怕了吧！要是没这个视频，叶凡和林希塔不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吗？话说回来，林希塔哪里来的视频？我淡淡道：“是好心人发我的，大概也看不下去我和叶哥这样善良的人被冤枉吧。”这视频其实是我自己拍的。我记得书中，萧何为了彻底搞臭叶凡的名声，陷害叶凡偷了他勤工俭学赚的钱。叶凡是个嘴笨的，脾气又火爆，中了他的陷阱。因为这件事，叶凡被同学孤立，还吃了处分。未雨绸缪，我偷偷在那个楼梯间安装了监控。我们的宿舍楼装了电梯，我住的宿舍楼层又高，大家都是能走电梯就绝不走楼梯的人，平日里根本没人会去那里，也不用担心侵犯到别人的隐私。这也是萧何大胆把钱藏在那里的原因。此时此刻，萧何的脸色难看极了，他抓着李小曼的手，就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，手足无措道：“小曼妹妹，不是这样，我不记得我做了这件事，我也没想着陷害叶凡他们，一定是我最近白天上班，晚上工作太累了，我浑浑噩噩的，自己做了什么事自己都不知道。”这一回，围观同学们可不买萧何的账了。哟，还委屈上？被冤枉的叶凡和林希塔都没委屈，你委屈个什么鬼？还不懂吗？这是男绿茶卖坦博同情呢，跟这种男的住一栋楼，可真晦气。毕竟是朝夕相处的竹马，李小曼当然不会置之不理。萧何不是这样的人，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同学们嘲讽：“阿呸！萧何咬着叶凡和林希塔不放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有误会？”这姐们自信着呢，还大言不惭地说叶凡是为了他跟萧何争风吃醋，所以说是林希塔使坏呢。笑死！叶凡一个高富帅，看上他什么啊？普通又自信嘛，但凡少吃几粒花生米，都说不出这种话来。我看萧何和李小曼就挺配的，一个死绿茶，一个普信女，这两个就锁死吧，别祸害人家高富帅了。这下好了，李小曼的脸黑得跟锅底似的。以往
这个时候，叶凡就该为李小曼说好话。此时此刻，他紧抿着唇，什么都没说，我就知道他应该是放下了。倒是李小曼瞥了叶凡一眼，看到他无动于衷，那张脸更黑了。李小曼和萧何都是要面子的人，受不了同学们的冷嘲热讽，狼狈的推开人群往外走去。等一等！叶凡突然出声叫住了他们。李小曼还以为叶凡终究放不下他，脸色稍缓，转过了身，就听到他说：“你们两个别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了，叶家有最好的律师团，你们这一次造谣诽谤我和林希塔，就等着收律师函吧。”闻言，李小曼脸色一白，她看向叶凡：“叶凡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”他又瞪了我一眼：“是不是他挑拨是非，你才……”叶凡听不下去了：“不关林希塔什么事，以前是我脑子里进水了才会看上你，现在我清醒了，像你这种自以为是又没脑子的人，没有一点配得上我，所以赶紧滚出我的世界吧。”李小曼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，她深深地看了叶凡一眼：“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不要以后又不知廉耻的来找我，求我理你。”你放心，下辈子都不可能。叶凡又一脸歉意地看着我：“林希塔，对不起，萧何完全就是冲我来的，你算是受到我的牵连了。”我笑着道：“没关系，误会不是澄清了吗？萧何没达到他的目的，反倒偷鸡不成蚀把米。相信这件事之后，他再怎么作妖也没用了，大家都知道他的为人，不会再相信他的鬼话了。”那是因为你拿出了那段视频。说真的，你简直就是萧何克星，当然也是我的福星。叶凡搭着我的肩膀，我问：“你现在对李小曼真的没兴趣了吗？”叶凡点点头。我现在想到李小曼的种种行为都觉得下头，我有些搞不懂以前的自己怎么会觉得李小曼人很好，没有尊严的疯狂舔她。大概是因为原著的影响吧。说着，叶凡给了我一张银行卡。林希塔，这张卡你收着。如今我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：给女人花钱，倒霉一辈子；给兄弟花钱，幸运一辈子。这能量守恒定律他又来了。叶凡为了庆祝自己摆脱恋爱脑，也为了感谢我们寝室其他人都坚定不移地站在他那一边，请我们去附近爆火的西餐厅吃了饭。出门的时候，我们听到还有同学在讨论萧何藏在消防栓后面的钱不见了，他的脸白得像鬼一样。活该，谁让他把钱藏在那儿了？确实，投机不成蚀把米。这叫什么？人在做天在看嘛。萧何那钱是我拿的，既然他要陷害我们，怎么也得付出点实质性的代价。那钱我也没自己花，替他捐了出去，也算是给他积点德了。这件事之后，萧何就搬出了我们寝室，搬去了隔壁，那边正好还有一个空床位，隔壁寝室的人都直呼晦气。萧何没了书中的好人缘，成了被孤立的那个人。叶家的律师团果然不是吃素的，在他们的运作下，萧何和李小曼诽谤我的事实成立，他们公开在社交账号上写了封800字的手写信，给我道了歉，又赔了我精神损失费。这两个人也算成了学校的名人，走在路上都会被人指指点点。我以为这件事之后，叶凡和男女主不会再有联系，没想到李小曼脸皮那么厚，叶凡不去找他，他反而主动找上了门。这天，我和叶凡正在食堂吃饭，李小曼走了过来，语气还有些倨傲：“叶凡，我们谈谈。”叶凡翻了个白眼：“我们没什么好谈的，赶紧从我眼前滚开！看到你我就没食欲。”你出乎意料的，李小曼忍了下来：“叶凡，你这一次是你赢了。”他用一种施舍的语气道：“我愿意跟你交往，只要你帮我渡过难关。”原来没了叶凡给的那些钱，李小曼还不起家中父亲的赌债，也付不起奶奶的医药费，生活十分窘迫，所以他破天荒的找上了叶凡这个行走的 ATM 机。叶凡有些无语：“你脑子有病吧？跟我交往你配吗你？”叶凡，你前阵子对我各种打压，不依不饶，不就是还在意我，想让我先低头吗？李小曼微微皱眉：“我已经主动过来找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”叶凡毫不留情地道：“我想让你滚出我的世界。”李小曼不耐道：“你认真的？叶凡，你胡闹也要有个度，真惹怒了我，我可不会再回头看你一眼。”我当然是认真的，你赶紧生气，赶紧滚吧！认识你绝对是我这辈子最晦气的事情。李小曼自尊心很强，叶凡话都说的那么难听，他也待不下去，他丢下一句你别后悔，就转身离开了。遇到李小曼，叶凡也吃不下饭了，真是晦气。今天出门应该看看黄历的，确实该看看黄历。这不，他一到寝室门口就看到萧何在等他。叶凡，我愿意把小曼妹妹让给你，只要你肯伸出援手，帮助小曼妹妹渡过难关。萧何一副为了李小曼忍辱负重的模样。不，你们俩是绝配，就该锁死，可别让李小曼来祸害我。叶凡简直是避之不及。我都肯把小曼妹妹让给你了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萧何很不解，叶凡很无语。你们一个两个都有病吧？李小曼是什么人见人爱的人民币吗？在我眼里，她就是个垃圾，我又不是垃圾回收站，什么垃圾都收。萧何错愕，你真不喜欢小曼妹妹了？叶凡认真的点头，所以别再来烦我了。沈妙一的公司很快就盈利，年底的时候，我获得了一大笔分红。我心里明白，有了沈妙一公司的股份，我这辈子吃喝是不用愁了，我的日子能过得这么顺遂，多亏了叶凡。因此，我特地请叶凡吃了一顿饭，又斥巨资送了辆他喜欢的车。叶凡替我心疼起了钱。兄弟，你说你请我吃饭就行了，干嘛还浪费钱给我买车？我笑着道：“因为哥们儿，你值得。”和叶凡朝夕相处了那么久，我早就将他当做了好朋友。兄弟之间当然不能是他单方面付出。这一顿饭，我和叶凡吃的都很愉快。直到我们散步回学校的时候，突然冒出了几个小混混，朝我们步步紧逼。还没等他们对我们动手，叶凡家藏在暗处的保镖就把他们制服了。像叶凡这样的豪门，家中父母担心儿女会被绑架，外出都是有保镖跟着的。几个小混混一看碰上硬茬，
还没等保镖发问，他们就一五一十都交代了，是李小曼交代他们这么干。李小曼说他们只要吓唬吓唬叶凡就行了，过一会儿他就会喊他报警了，警察来了之类的话来帮他解围。当初叶凡会爱上李小曼，就是因为他在差点被车撞时，李小曼及时拉开了他。李小曼大概是想如法炮制，让叶凡再次爱上他，这样一来，叶凡就会像以前一样主动给他送钱了，他的目的注定要落空了。我的眼睛可不瞎，怎么还会看得上他这种人？叶凡在不远处看到了李小曼还有萧何，叮嘱几个保镖，给我狠狠地教训他们，看他们还敢不敢算计我。没问题。李小曼和萧何在叶凡这边吃了个大亏，他俩也不敢找叶凡算账，一是他俩理亏，二是他俩确实打不过。大概是李小曼和萧何认清了自己在叶凡面前讨不到什么便宜，他俩没再厚着脸皮再来找他。再次听到李小曼的消息是在1年后，李小曼受了他那赌棍父亲的影响，最后迷上了网络赌博。他先是赢了不少钱，有这样的好事，他毫不犹豫地拉上了竹马萧何一起。后来他再赌，就再也没赢过钱，和萧何两个人欠了一屁股债。他们为了躲追债的，连学也不上了。这期间，李小曼还厚着脸皮打了电话给叶凡，问他能不能借他点钱。叶凡没回，直接把他给拉黑了。再后来，叶凡又收到了萧何发来的短信，我和小曼妹妹找到发财的路子了，要出国创业了，你等着瞧吧，等我们创业成功，会把曾经看不起我们的你狠狠踩在脚下。叶凡有些无语，我都和那段过去说再见了，李小曼和萧何怎么还阴魂不散啊？一开始我还担心李小曼创业成功会像书里的剧情一样，把叶凡家的公司搞破产，害他家破人亡。后来我听说李小曼和萧何去的是美国，我突然就不担心了。5年后，沈妙一成了商业巨鳄，我因为当初和叶凡一起投资了他的公司，也算成了有钱人，不愁吃也不愁喝。至于叶凡，远离了书中男女主后，顺利继承家业，日子过得很潇洒。就在前2天，他还约我去国外度假，当然不是缅甸，我欣然答应，我们都有了一个美好的未来。